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说一说22cc这么一个计划。22cc呢，其实是一部小说的标题，叫《22世纪学校》。它这个来由是怎么回事呢？最早我个人接触到科幻小说，实际上是这部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78年出版，我大概84年左右看到这个文本了。而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接触了凡尔纳，所以对小灵通印象不大凡尔纳应该是我精神内核组成的成分之一81年开始看的是我们504厂职工的这个图书馆里头无意当中捞到一本，然后呢就一点一点把它全挖出来看过了。那个从海底2万里入门基本上能看都看完了。神秘岛至少看了3遍那么后来呢，是碰到好容易在我的这个求学生涯当中，应该是记忆当中也是这样，只有这么一次。当时我们学的是课本是语文语文里头作文课呢，它有这么一次的作业呢，是不限题材我大概是89年左右有一个单元作业，那么一时冲动就写了一篇科幻小说用了3周时间，3万字左右，老师给了98分。主要原因是啥呢？第一，你超时了超时2个星期才交上来。其次呢，你这个字数呢太多了，老师实在来不及看那看你诚意，先给你98分。后来呢是因为笔友的原因，重新触发了这一个作业，就或者说这一部小说的再创作。怎么回事呢？就是其实小学开始一直订《童话大王》，大家知道《童话大王》这是一个全球仅有的一种杂志吧是童话杂志。但是它从成立之初一直到后来的停刊，全部由郑渊洁一个人单人供稿到现在那么99年的时候，他里头开了一个，因为太忙，可能来不及，自己真的来不及把每一期的所有内容都是全部自己来写所以呢，99年那一期我记得是第4期还是第5期，那个有一期这个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叫童言无忌，是把这个读者的来信里头比较有意思的摘抄出来，变成一个栏目内容。那当时看到了来自烟台的一位小学生，我那会儿是初中生，他比我们应该是小3年到4年。他写了一个童言无忌说是就是那年中国南海落下来一个外星飞船等等等等等等总之跟那个叫那个当时在热播的一个动画片叫太空堡垒，这个场景非常类似这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同频的人。于是呢，首次给名人应该说是名人，给郑渊洁的这个叫什么写了一个套信，就是给郑渊洁写了封信，在这封信里头夹了一个小的一个信封请他这个转交给烟台那一位同学那叫阿顺，后来才知道阿顺。2个月之后呢，这信真的回来了没想到，完全没想到，这算是交到了人生第一个笔友。那么 22cc 呢，它重新被触发是91年的寒假了当时我们跟这个笔友呢，就是反正就自习课的时候没事给他写信这是我们几个好朋友这一块儿，他变成我们几个好朋友里头的这个亲信帮，那会儿叫这个共同的笔友。写着写着，他说：“哎，你们这个想象力过于丰富，能不能干脆就拿部作品出来呢？”然后呢，冲动把我们当时那个3万字的不到3万字吧，那一个作业扩展成了3.6万字的再稿3.6万字之后呢，誊抄，然后呢，这誊抄呢，后来是93年吧，92年先给同学们看了一眼根据他们的这个意见，再次誊抄拓写当然这个叫底稿也拓展了一下，这次能达到10万字，但是没想到都弄好了，而且自学了这个装订，就是按照古人，因为那时只是我们没有其他的什么方式，也没有殿堂就是普通的这个稿纸300字都是格，300字一页然后是2大本那个学线装书，先用那个钉子烧红了，然后穿根眼，然后再把线穿过去绑起来，接着外面再糊上这个牛皮纸，类似于这样
啊，这可以说是手工线装书那样的，用普通邮啊，普通的信件邮啊，就包了个大的纸，然后贴足邮票，以为能寄到烟台。我那会儿是在兰州啊，结果第一次就丢了啊，这一下气得不成。然后呢，这个觉得这事儿不能这么了了啊，接着再次誊抄拓写。这一次呢，因为这应该说是第3稿了，那么把之前来不及写或者没想通的事情呢，又写下去，就变成10万字、15万字。那么这一次之后呢，其实好像不对，这次之后就开始上大学了呗。这个那会儿已经到高中时候了，高中、大学，接着一系列这个社会折腾，就跟科幻小说的关联呢，也就是后来啊，这个一直订阅科幻小说，就四川成都那里的出版社科幻世界出版社，99年呢是形成了一个初稿啊，叫《世界梦》，只有8000字左右啊，跟之前的动辄上10万字不能比。短篇啊，后来发现短篇实际上比长篇还要难写。那么到了这写错了，应该是02年的异度空间，这科幻世界俱乐部的内刊啊，这才发表啊。02年，待会儿如果需要的话，我觉得应该这个迅速改一下这个幻灯就行了。我这幻灯呢也专门用过啊，用过这个叫视频可以说过啊，它其实是 Markdown 组成的，可以很快修订，好，修订一下。22年，叫02年改成22年。OK， 我再重新生成一下。好 ，OK， 刷新一下。这个时间得对，不然这个前后串不起来啊。好，02年之后呢，这个计划就是，但是因为这个书稿就是书稿它也是写在本子上的，好歹这个纸呢是这个也没有质量还行，反正一路从兰州扛到常州，常州扛到上海，上海扛到北京，北京扛到珠海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呢，它一直是因为它全是写在纸上的，给别人说起这个事儿呢，概要也小，大家都很好奇，你到底这个故事几十年前的故事啊，你这个初中时候写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啊？这个我也不能像说书一样都说出来17万字，只知道一个概要了，内容已经细节记不清楚了。所以当时呢，后来是组织了一个自主学习互助社区啊，里头就等于说是啥呢 ？OK， 学了编程或者没学通编程的这些学员啊，或者朋友吧，网友聚在一起，每周我们去定期进行网络直播会议，讨论一下这个现在有什么好玩的，自己有什么进步啊，有什么问题。结果说起来这个 22cc 这本书，于是呢，发起了一次这个誊抄计划啊，一共4个月，涉及到3个人。把第一本原稿基本上算是这个电子化过了。第一本原稿大概到一半，还不到一半啊。那么就停止了。为什么呢？因为字太少啊，字太丑，太丑。那个时候太年轻啊，这个总想着以后把字练好。当时这个你要刷题嘛，你把题的这个叫题目，你自己能认这个字儿能认清楚就 OK 了，可现在呢又不用写了，都是电脑了，对吧？所以自己的字呢，这个就没有机会去改正了。更何况这个已经写在纸上，几十年前34年前写在纸上的东西。总之现在想一想呢，念头还是不够通达。因为也不叫千辛万苦，总是搁着一个事儿啊。当年花了这么长时间啊，前后投入到里头时间，这个总时间应该是超过半年时间。这个当然跟其他的世界名著相比，这个不能比啊。那个起稿时间1个月啊，前后几次誊抄啊，也都是几个月时间，每一次呢又都扩展出来啊。总之觉得这个当年的想象力的值得流传啊，所以现在开始决定啊，每天的直播抄写应该是誊抄，就是拿着那边的纸啊，纸当然后来是啥呢？也是怕弄坏，都是用那个数码相机逐页拍过啊，就是说电子化的照片啊，底稿的照片啊，直播抄写，电子公开化到GitHub 这个仓库也都开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直播，或者说看这个 GitHub 里头对应的这个稿件的变化啊，写的好不好另说，但这好歹是我这个拯救年少时候这个叫啥来着？只为说穿了，我是私人目的，就是只为念头通达。当然也想检验一下想象力是否有增长就这么多年过去了，看了这么多科幻的相关的作品，那回去再以这么再后来30多年的这个观影吧，或者说这个科幻相关内容的这个经历，回去再想想当年我的这个想象力和现在想象力到底有哪些变化。好，以上这个呢幻灯呢是在线的，大家随时可以从 slice.101.com 去 review，因为我这是个 HT5 的页面。总之呢，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随地可以用这个地址发邮件给我这看起来它是个邮件列表，但是是开放的，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信箱，随时随地可以问。那这个 Chaos42大妈也是我当前 YouTube 这个频道的缩写总之这个频道呢是大妈的多重宇宙，现在暂时定为这个名称所以今天就是快速说一下这一个连续直播，大概前后大概15万字左右的一个科幻小说把它重新应该说抄写下来自己的小说。以上，欢迎大家围观。